那前段时间呢，我买了2台折叠屏啊，一台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vivo 的 X Fold 5，而另外一台是国行首发512GB 的三星 Galaxy Z Fold 7大冤种啊。在体验了1个多月之后呢，我只想说这2台手机之间的体验差距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得多。那折叠屏的选购方式也绝对不是看看配置单这么简单啊。那在开聊 X Fold 5之前啊，我们先来闲聊几句啊，就是为啥我不愿意继续用这台 Z Fold 7呢？那我明知道三星每年都会跳水，但是还是首发入了一台，它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啊。那一来就是这个绿色确实挺好看的，二来呢就是抛开它的那些垃圾续航啊、垃圾充电不谈。三星今年整体的硬件水平相比去年确实啊还是多挤了很多牙膏的，但是在真正体验1个月之后啊，我发现它就跟我去年体验完 X Fold 3 Pro 的那个感受有一些接近啊。它们的整体硬件水平确实都很高，就好像是在一台直板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折叠功能一样，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功能上的阉割，但是呢，它们对于大屏形态做的专属优化还是太少了。就像是一些真正能够发挥折叠屏优势的创意分屏玩法、多设备互联，还有特殊交互逻辑等等，这些都太少了，还是只有非常传统的这个左右分屏的这样的操作。结果就是我手里拿着一台售价过万元的一块大屏，但是呢，还是在用直板机的思路进行操作。那话又说回来，你要是能够正常操作也就罢了，它在看剧、打游戏时候的裁切，还有很多软件适配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就完全浪费了这块大屏的潜力。所以啊，这就是为啥我对这台 X Fold 5感兴趣了。虽然说今年蓝厂只发布了这样的一台标准版，砍掉了去年那个硬件更满的 Pro， 但是呢，它的软件创意还有互联玩法确实更加馋人啊。那么这期评我就重点讲2个方面的内容，一来呢是它在苹果生态互联以及多任务操作下的这个软件创新值不值得我们买单，二来就是蓝厂的折叠屏该何去何从。那我们先来说一说 iPhone 的双击互联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好用，但是呢需要你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慢慢调试的功能。当我们下载好 vivo 的这个互传 app， 然后呢绑定好一次之后，像是消息、通知还有电话就都可以进行传输了。我最常用的其实是这个验证码同步的功能。那毕竟平时出门我们带2个手机，但是不可能2个手机同时拿在手上。那比如说你可能是 iPhone 主力机，对吧？买了一台 X Fold 5作为补充。当我在备用机上也想登录主号的飞书、登录 B 站等等这种常用软件的时候，它就可以立刻从 iPhone 去同步验证码，自动提取，然后填入这个输入框。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啊，说实话，就别说出门在外了，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哪怕是能够节约一次翻身，这个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其他像是通知类的 app 呢，它可以避免遗漏啊，但是如果你想回复，还是需要拿起对应手机的。不过啊，对于一些这个广告或者购物类的 app 就没有必要互联了，不然这个推来推去全都是垃圾通知。那再像是微信、微博、飞书、钉钉等等啊，就是这种我们本来就会在折叠屏上去双开登录一下的 app，2台手机本身就会同时收到消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开启互联同步，那一下就乱套了。那这些功能蓝厂都提供了开关，所以说一切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去进行调节。所以简单的说就是用，但是得挑着开，关掉没必要的那些。电话互联这个功能我觉得也很实用啊，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些外卖还有快递电话不会漏接了，而且原本这个 iPhone 它是不带骚扰电话、诈骗电话识别的功能的，那现在互传到 vivo 上也可以识别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功能可能会更适合一些那种商务人士吧，经常需要电话沟通的那种啊。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它跟手表还有耳机的联动。我觉得这2个东西就属于典型的 iPhone 用户换到安卓之后的一大痛点啊，但是之前行业里其实没有太多人认真做过。虽然蓝厂还没有把它们给做到完美啊，但是我觉得做了就已经值得夸奖。先来说一说耳机啊，那我的主力耳机一直都是 AirPods Pro，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啊，就是好用。即便它在安卓上没有苹果那套原生的功能，比如说查找还有定位，包括像降噪、通透切换，也都是只能通过耳机柄来控制。但是啊，耐不住它的这个基础素质是真的好。那现在 vivo 在 X Fold 5上给它补充了不少功能，比如说原子岛可以直接显示耳机的状态。控制中心也可以快速的去管理，包括空间音频还有设备查找等等啊，这些也都有了。我觉得确实是比以前顺手多了。那 Apple Watch 的联动呢，也是类似的思路啊，但是它并不是说你买了 X Fold 5就可以直接去激活配对 Apple Watch 了，它其实更像是在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 之间去插入了一道 iPad， 把手表上的数据给收录到 vivo 健康的 App 里，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个大屏去帮你分析和展示。就是说重点是在于分析和展示啊，就是和 Mac 的互联。那其实我在去年做 X Fold 3的视频的时候就说过了 ，vivo 的原子办公套件是我体验过的安卓厂商里做的最成熟的一套，不管是笔记同步、文件互传还是投屏等等啊，这个体验都比较稳定。那今年蓝厂主要是加入了安卓直通 iCloud 的功能啊，那对我来说就是可以直接去用折叠大屏查看 iPhone 上的备忘录还有邮件啥的了。那说实话，我觉得蓝厂的工程师真的很聪明啊，就是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调取网页版的 iCloud， 然后呢把这个入口给集成到系统里，
但是呢，其他厂商好像就是没有想到，也没有人去做。还有呢，就是它和平板一样，可以去当 Mac 的拓展屏啊，相当于就是取代了一部分 iPad 的定位。那当然，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于去用平板做互联啊，因为现在的 vivo Pad 还有 iQOO Pad 也都支持了这个功能。折叠屏吧，因为它的这个屏幕比例接近于方形，所以说在摆放窗口的时候会略微比较尴尬。如果说你是横向放置视频，那可能会有点小。如果竖向看文档的话呢，也没有那么长，就不像平板这么舒展了，相当于比较适合这种临时出差啊或者加班之类的应急场景，它至少是有这个功能了。所以啊，我觉得综合来说，虽然说今年 vivo 在这个折叠屏和苹果生态的联动上还没有做到一个真正非常完美、非常完整的状态，但是它带来的很多功能，的确是其他厂商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尝试的。我觉得产品经理们在背后的思考确实非常难能可贵。如果我们真的去拆解它背后的实现方式，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功能的底层原理并不神秘。比如说 iPhone 和 XO5的双击互联，本质上就是用蓝牙做数据墙嘛，让电话、短信还有验证码等等可以去双向同步。Apple Watch 这边呢，也是需要下载 vivo 自己的一个 app， 然后去通过蓝牙传输数据。如果我们把它们单拎出来看啊，它们其实都不属于是那种突破天际的黑科技啊。但我觉得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工具，让我看到了一种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思维吧。那在折叠屏这种屏幕形态的设备中，这种思维尤其关键啊，它就决定了这台机器在用户手中能够激发出多少新玩法，能提高多少效率。X Fold 5在苹果生态互联上的尝试，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个80分以上的水平吧。它至少证明了，只要有这样的创造力，那折叠屏的体验还有受众边界就可以被不断拓宽，同时啊，也就是会让人越发期待之后的 X Fold 6啊。那说完苹果生态互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多任务分屏功能，也就是原子工作台。很早之前啊，我就说过，这个单纯的一块接近于1:1比例的折叠大屏，其实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如果说我们只是用来看视频、打游戏，对吧？那么裁切完之后，它的画面其实并不会比直板机大很多。所以说，分屏还有多任务交互的创新才是重头戏啊。vivo 今年的原子工作台算是借鉴了苹果在 iPad 还有 Mac 上的台前调度的思路啊。那我觉得反正人家都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这个我就是要服务好苹果用户嘛，这样的定位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这样做也很合理。那苹果用户换到它一定不会觉得很陌生。就我这1个多月体验完之后啊，我觉得它可以算得上是继 OPPO 的那个全景虚拟屏之后，第2个让我感受到惊喜的折叠屏分屏交互方式。那如果说和 Find N5比啊，我觉得 OPPO 它更像是在原有的分屏模式上的拓展，那相当于就是让我们不仅仅可以去分小屏，也可以去分大屏了，比较适合我那种平时一边查资料一边写稿子这样的场景。而相比之下 ，vivo 的这个原子工作台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具体的聚焦点还是在一个单一的 app 上的，它也不像 iPad 那样可以把2个 app 给同时挂在主界面啊，而是把其他的 app 都是实时挂在后台的，点一下切过去，点一下切过去，相当于就是让你在需要的时候无缝切换到另一个 app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这种一边打游戏，然后呢，我们需要等复活的时候切出去回微信啊，或者说一边打游戏，然后呢，你一边要趁这个空闲的时候去看一看攻略，或者说等复活的时候去刷一会儿小说、刷一会儿视频等等啊。就是这种交替使用的场景，我觉得 vivo 这个方案会更好一些。因为在 vivo 的逻辑下，不管你是在打游戏还是在回微信，这2个应用在各自使用的时候都是可以占满整个大屏的，所以说体验会更沉浸一些。所以如果我们细究它的本质啊，我觉得 OPPO 属于是把分屏这个场景给玩得比较好，而 vivo 呢是属于把多任务处理这个场景给玩得比较好，相当于是在这2个领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啊。我觉得就不存在一个谁绝对好谁绝对差的情况。在我看来，他们的表现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是都属于是既有想法，然后用起来也比较省事，同时呢也确实可以提高效率，跟小米或者三星那种比较传统的中间一道线那样的传统分屏逻辑相比，这2家都实在是要好太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体验完售价只要三星1半的这个 X Fold 5之后，我反而会对它钟爱有加。那说完这些，我们来简单聊几句我对它的这个硬件体验啊。今年 X Fold 5在硬件上其实是属于比较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 X Fold 这个系列中堆料最保守的一次吧。首先，它并没有像去年那样同时发布一个 Pro 版，相当于就是在 X Fold 3那个标准版的基础上去例行迭代，比如说增加电池、增加可靠性，然后更轻更薄等等啊。但是呢，像是超声波屏幕指纹，还有更加顶级的相机堆料这种独家的蓝科技，在这一代上就并没有延续了。很显然，这也是蓝厂今年改变折叠屏打法之后的一个变化吧。那说实话，反倒是在我这1个多月的体验之后啊，我发现折叠屏确实不是一个强性能导向的产品啊。虽然说它有这么大一块屏幕，已经很接近于 iPad mini，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嘛，这个比例的问题，还有纤薄机身背后的散热难题，让我完全不会用它去玩一些高负载的游戏啊。它的意义重点还是在于分屏多任务交互那样的生产力工具啊，而不是一个游戏机。所以啊，当我体验完1个月之后，我觉得就日常体验而言，8:3加上 Orange OS 5的流畅度并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有在少数动画负载比较高的场景下才会出现卡顿，比如说原子工作台开关的时候。
那在如今大夏天的高温下，也只有充电的时候的发热会比较严重啊，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热情况。影像这块呢，它也是基本上看齐 X200标准版的水平啊，虽然说没有去年 X Fold 3 Pro 的堆料这么狠吧，但是如果我们横向对比一下今年友商的那些折叠手机，比如说泛能5等等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挺有优势的。主摄呢是5000万像素的 MX921，单位像素更大一些，然后呢对于暗光还有高光压制也有提升。长焦也是我们熟悉的 MX882啊，那日常拍照或者拍视频都挺稳的，包括夜景还有人像的表现也不错，特别是色彩方面的处理啊，还是 vivo 那套风格很讨好眼球，并且今年全新的一些滤镜还有色彩风格也都加入了，我觉得日常出片绝对是够用的。续航方面呢，6000毫安时电池加上80瓦有线配合40瓦无线充，这个实力我觉得对于一台折叠屏来说就不用多说了，就是碾压之前我用的那个4000毫安的三星，而在轻薄上它也明显下了功夫啊。那虽然说它变薄了，但是它的铰链水平、折叠手感还有折痕控制都和去年比较接近啊。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这套硬件属于是把实用性还有可靠性给拉满了，就是进阶功能相对少一些，然后呢降本降价，对吧？降低它的入手门槛，尽力去打造一个就是灯味儿没有那么重的，然后更加年轻化的、更加工具属性的折叠屏。毕竟啊，我觉得回到更大的市场来看，现在折叠屏的份额大头其实都被华为牢牢占据嘛。其他品牌想要硬碰硬去在顶配领域和它竞争，不仅成本高，而且这个风险也不小。所以啊，我觉得像 vivo 今年这样的打法，在我看来还是挺聪明的。那一方面，它用 X Fold 5在苹果生态互联方面，还有跨设备体验等等方面玩出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在价格还有配置上做到了一个能让更多人接受的一个平衡吧，也让它有了更加明确的受众群体。所以啊，我觉得如果未来 vivo 可以延续这样的思路，一边补足大屏形态的适配细节，再去深挖一下折叠屏的这个大屏可以实现的更多玩法，那我相信它的竞争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好了，那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我是小陈，记得给我1键3连。那么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这一期的闲聊节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